小偷正在屋裡偷東西，女主人突然開門進屋。這個小偷談談趕忙躲到了窗簾後面，一想不行，這窗簾是半透明的，藏不住啊，怎麼辦？此時女人已經進屋，聽聲音正在玄關換鞋子呢。谈談雖然很緊張，但他畢竟是個老手，上下左右掃視了一下屋內，發現只有床底下最為安全。哧溜一下子，谈談就鑽到了床下，手握一把水果刀，隨時準備着，萬一被發現了，就嚇唬嚇唬對方，好能夠脫身逃跑。這所住宅的女主人白靈是旅遊剛回來，換好拖鞋走進臥室，打開衣櫃找換洗衣服，打算先洗個澡，好好休息休息。因為這張木頭床沒有床圍子，小偷谈談在床底下能夠清楚地看到女主人白靈的小腿兒。谈谈看着看着，發現這位女主人整個人僵住不動了，停了足有半分鐘。女人白靈這才把衣櫃門一關，掏出手機打電話：“喂，趙花，你不是說叫你新交的男朋友在家裡做晚飯，讓我跟他先認識一下，等你下班之後你們一起給我過生日嗎？怎麼屋門鎖着，家裡沒人啊？”邊這麼講着電話，白靈邊走出臥室。“什麼？哦，那你打電話問問吧。”小偷谈谈在床底下仔細聽着女人的動靜，就聽這個女人白靈在客廳裡來回溜達了2圈之後，手機鈴聲響了，接聽電話：“喂，哦，手機打不通啊。啊？你說他或許到樓下買東西去了，也有可能是有別的事情走了。那好吧。哎，還有個事兒。房租快該交了，你準備準備，咱倆湊齊了之後早點給他，要不然房東老太太又該罵人了。”掛斷電話，白靈走進了廚房，看樣子是餓了，想要找點吃的。小偷談談聽聲音，女人進了廚房，他抓住時機，迅速從床底下爬了出來，收起水果刀，走出臥室，輕手輕腳，3步并作2步，很快跑到了防盜門前，開門出屋。真好，終於讓我逃掉了。猛抬頭，哎呀，談談被嚇了一大跳，渾身汗毛孔全炸開了，太恐怖了。對於小偷來說，怎麼回事呢？感情樓道裡站着2個穿制服的人，從背影看就是2名警察，其實是小區保安，正在檢查維修防火設施呢。小偷談談趕忙退回屋內，迅速關了屋門，扭頭往屋裡走，還想着躲回床底下去。剛走了2步，迎面走來了從廚房跑出來的女人白靈，2個人都是一驚。談談大腦飛速旋轉，哎呀，不好，我該怎麼辦？萬一這女人大喊抓賊，可就麻煩了。我跑得了嗎？我門口可是有2個警察呀！幸好我關門快，沒被警察發現。現在再跑出去，那不是自投羅網嗎？哎，我用水果刀嚇唬嚇唬他吧。想到這兒，這個小偷談談就伸手掏水果刀。剛才想了這麼多，其實談談也就用了2秒鐘的時間。這時候，對面的女人白靈突然開口說話，她用手一指談談：“哎，你就是趙花的新男朋友王明圖吧？剛才你出去幹嘛去了？害我給趙花打了半天電話。”邊說着話，白靈就把談談領進了屋內。談談呢，也就順着白靈點了點頭，假裝自己就是那位白靈閨蜜趙花的男朋友王明圖。哎，先穩住這個女人再說，待會兒見機行事吧。哎，我說王明图，聽趙花說你廚藝很不錯呀，不是說好了今天你做晚飯給我慶祝生日的嗎？我看廚房有不少的菜，你就做飯吧，
我先洗個澡。剛才電話裡趙花說她加班回來的晚，你陪我過個生日啊。白靈說完這一番話，抱起幾件換洗衣服進衛生間洗澡去了。小偷談談愣了一會兒，腦子整理整理思路。看來這個女人真把我當她閨蜜的男朋友了。根據剛才她打電話說的那些話來分析，這套住宅是她跟閨蜜趙花合租一個老太太的房子。趙花的男朋友王明圖今天應該是在這兒做飯，可不知道王明圖跑哪兒去了。好，我就暫時先當一會兒王明图吧。於是談談便進了廚房，東一榔頭西一棒槌的開始準備做飯。可談談只會偷東西，他不會做飯啊。不到3分鐘，這位就一個頭兩個大了。嗨，我擱這兒受這個洋罪幹嘛？估計門口的警察已經離開了，我不如趕緊走為上計。談談快步走出廚房，再一次來到防盜門前，輕輕打開一條縫，先順着門縫往外觀察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那2位保安還在修東西呢，依然是背對着這扇門。在談談眼裡，還是把保安服的背影看成了警察。他迅速關門，同時反鎖上了，然後一溜烟跑回廚房。在路過衛生間的時候，聽到裡邊的水聲還挺大。談談繼續假裝做飯，別的不會。他找到了一個大洋蔥，在菜板上切洋蔥，不會切怎麼辦呢？瞎剁吧。整個廚房彌漫着洋蔥味兒，談談是滿臉淚水啊。正這兒擦眼淚呢，浴室門一響，推門走出來了白靈。談談扭回頭，朝着廚房斜對面一望，正好看到頭髮濕漉漉的白靈。奇怪的是，白靈還是剛才那一身衣服，頭髮虽然濕了，可這也不像是剛洗過澡的樣子啊。談談倒沒注意這些，他只是覺得白靈的身材真苗條，臉蛋兒也夠漂亮。剛才一直提心吊膽的沒仔細看，現在這麼一瞅，談談是淫心頓起。他居然想要強迫眼前這個女人做一件更加不道德的事情。於是談談走出廚房，朝着白靈邊走邊露出了貪婪的目光。已經距離白靈很近了，砰砰砰，門外傳來了急促的敲門聲，可把談談給嚇壞了。他一哆嗦，本能地躲回了廚房。白靈沒有懼怕談談的舉動，他像小鳥起飛一樣飛奔向門口。開門之後進來了幾個人，是人民警察，一下子就抓住了小偷談談。谈谈拼命掙扎，你們抓錯人了，我們是熟人，是朋友。白靈撇嘴冷笑了一聲，誰跟你是熟人，誰跟你是朋友？你這個入室盜竊的賊！怎麼回事呢？感情自從回到家，一進臥室，白靈在衣櫃裡找衣服，衣櫃裡有一面穿衣鏡，透過反光，白靈正好看到了床底下趴着一個手握尖刀的男人，就知道這是個小偷。他不是愣了一小會兒嗎？那是在想對策。自從一開始給閨蜜趙花打電話，那就是想提醒趙花報警，可也不敢直接說家裡有賊啊。於是白靈就說了現編的那一套說辭。可惜閨蜜趙花那頭沒反應過來，只是覺得白靈說話亂七八糟的。於是白靈就掛斷了電話，自己假裝進廚房找吃的，給小偷機會逃跑，免得对方狗急跳牆，对他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脅啊！以後再報警抓賊唄。當聽到小偷的腳步聲走出家門外的時候，白靈出廚房過去查看，沒想到小偷談談因為被門外保安的背影給嚇着了，轉身又回來了，正好來了個面對面。白靈這才繼續演戲，
假裝以為小偷談談就是她閨蜜的所謂的新男朋友王明圖。等到白靈進浴室洗澡的時候，她根本就没有洗澡，只是把淋浴的水打開了，水聲搞得挺大，這才偷偷撥打了報警電話。警方說10分鐘之內就到，估計時間差不多了，白靈這才走出浴室。幸好警察及時趕到，白靈還沒看出來呢，小偷談談差點做一個淫賊。小偷談談被繩之以法，漂亮的女人白靈靠機智和勇敢保護了自己的安全。